出锅的鱼羹，世子爷尝尝。太子妃知道您喜欢，特意嘱咐人家的菜。谢谢星河妹妹。怎么这么腥啊？不腥啊，奴婢刚才尝过了，觉得挺鲜香可口的。你们都下去吧，去找墨玉了。都说不用看了，统是今日阴雨，肠胃不适，没什么大病。如实说，是喜脉。怎么可能是？绝对没有！你们都下去吧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前不久在酒楼，我们俩都喝醉了。你心悦崔进吧？没有，那只是个意外。你说的没错。我不知何时对他动了情。那你打算告诉崔进白吗？我们两个注定没有结果，所以西河妹妹，不但我要瞒着他，你也要当做从来不知晓此事。我不想连累你。孕育一个孩子，要足足10个月。今后的每一天，你都会在胆战心惊之中度过。没有人有把握可以保证你们母子平安。我知道，我会回蜀南偷偷生子。也好，那就让沈十九替代你留在皇都。若有什么事情，我会出面解决。莫言，你护送布世子回去。诺。
布世子这是怎么了？看着郁郁寡欢的。没什么。今日在朝堂上，崔进柏也是心不在焉，频频走神。平日里他恪尽职守，雷厉风行，甚少如此失常。所以我怀疑，他定是与布世子发生了什么大事。那殿下觉得发生了什么大事？莫非是布世子珠胎暗结，走投无路？夫人放心，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。我真没想到，你还会找我过来。你还想见我？你想与我说什么？我打算娶妻。太后有意为我指婚，我会找一个不会暴露我身份的女子与之成婚。崔世道，我确实心悦于你，但我这辈子只能是蜀南侯世子。我将我的心意坦诚相告，是想告诉你我的选择。你今后不要在我身上蹉跎光阴。我们一刀两断，对你对我都是好事。既知晓你的心意，此生若不能与你相伴，我宁愿孤独终老，也好过另寻他人。好，随你。这一碗茶，敬你我再无瓜葛。时光如倒悬之河，故事重新勾勒，月色被暮色缝合。
你现在得多休息，有孕在身的，快坐下。没事儿。我都说了不用送，你还非要出城。这些都是我给你调好的香，有驱蛇虫的，避猛兽的，还有这些是急救的时候要用的药粉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西河妹妹，有一件事情一直藏在我心里，今日我想问个清楚明白。想问什么就问吧，吞吞吐吐也不是你的性格。你当初选出沈十九模仿我的样子，是为了有朝一日让他取代我，对吧？我确实这样想过。只要我死了，沈十九拿着令牌顶着我的脸，就可以成为蜀南侯世子，你便可以拥有蜀南兵权。做了母亲后，确实变聪明了。朝堂博弈，军权纷争，应是这样的。那你为什么没有这样做？因为你是我的挚友。我是想要为国公府固若金汤，但并不是以牺牲挚友的性命为代价。我自9岁入皇都成为质子，身边一直虎狼环死，孤孤单单，时时戒备，从来没有奢望和期待过拥有真正的朋友。西河妹妹，你对我的这份情，阿丽唯有感激，永生难忘。啊，对了，打开看看。好漂亮啊，西河妹妹，你把它赠我可好？不好。若是我赠予你，一定会忍不住偷穿的。任何一个不慎，都是致命的欺君之罪。我是想着，这一路上，避免遇到认识你男子模样的人，换上女装，更稳妥些。你永远都为我想得这么周全。当初你我结盟，你许我3000金甲，如今这3000金甲，换了一件罗裙。这样看来，还是我赚了。等你生下孩子以后，你也别想着就此安于后宅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知你心中志向，终有一日，我要让你以女子身份，披玄甲，擎赤旗，成为本朝这300年来第1位驰骋疆场的女武后。我要让史官为你重开汉清卷，在将军印烙上你的名字。一路保重。
太子殿下深夜唤我入宫，可是有什么急事？金白，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。布世子已沿明州前往蜀南，沈氏就替他留在了蜀南侯府。这是出城令牌，皇都还是蜀南，我让你自己选。夫君，有要紧事。上次虽然亲眼所见不输林氏男儿身，但我总觉得其中有诈，于是便叫人去盯着那些在蜀南侯府进进出出的下人。夫人是有什么发现？白竹、芍药、黄芩，他们抓的，这是安胎的方子。步淑玲果然是个女子。上回生日宴，她用的是替身。殿下，我们查到步淑玲突然出城，往明州方向去了。这就全明白了，谜底就是这张药方。他这回珠胎暗结，连这皇城都待不下去了，马上派遣最精锐的人马捉拿步淑玲。诺。小姐，我们的船还有一个时辰到。
晚了。疼吗？不疼，只是皮外伤而已。我知道我自己花容月色，但你也不至于看这么久吧？差不多得了。我千千万万种想象，都不如今日所见的实至有意。如今贼寇已出，一会儿船到了我就出发。一旦入了蜀地，便会有人来接应我。崔少卿，你回去吧。不行，我跟你去。天子近臣，青云之路，从此之后，便全部都落空了。你甘心？我心里清楚，和这些相比，你更重要。崔少卿的情谊，我铭记于心。但你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。你还是回去吧，只当是没见过我。往蜀南的这条路，我想自己走。即便你不愿与我成亲，我也要陪在心中最重要的人身边，永不相离。我心非石，不可转移。我花钱大手大脚，喝酒打牌，招猫逗狗，早已锒铛惯了，根本不是过日子的人。你想做什么，你做便好，只要你开心。我也不知如何去做一个女郎，更不会什么贤妻良母。相妻教子的事情，我可以做。我手下有千军万马，遥出征在外，1年半载回不了家，你只能独守空房。我陪你去军营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即便我们成为了夫妻，我在世人面前只能是个男子。在我面前，你永远可以做自己。不疏离，我心悦于你，让我跟你走，好吗？你压到我们的孩子了。既然崔少卿保的实属，那不如你给孩子取个名字。二哥的势力被我尽数拔除，路上不会再有威胁他们2人性命之人。崔进白以办案的名义去了明州，这一走，大概要半年左右。他会陪着步树林待产。崔进白是你栽培了多年的爱将，假以时日，必定位极人臣。
你就舍得这样放他归隐田园？以我往日，自然是舍不得。但不知为何，这一次，我更想成全他们。我都是为了西河费尽心思，你不予嘉奖我吗？我记得之前的承诺，所有的付出都是心甘情愿，纵然没有回应，也不会生怨。我就一个人静静的难过一会儿就好了。又演上了，殿下辛苦了，谢谢殿下为我护住阿离，成全了这对有情人。悠悠所愿，即是我所求。你教的字数越来越多了，还有什么比这更珍贵的？有生之年，随时效劳。不疏林一事，本是万无一失。宁王实在是无能，求您千万莫要怪罪。宁王彻底得罪东宫，一时废弃，但亲叔愿意为您肝脑涂地，做任何事。这是那壶上的毒药。亲叔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你来干什么？宫里遣人来问，二殿下多日未上朝，也不去御史台，可是出了什么事情？殿下不方便见客，我便替您做主。回复说殿下病了，须得休养几日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此刻才午时，二殿下就在此饮酒作乐，有失体统，请殿下遣走胡姬，待酒醒以后，再从长计议。从长计议，我还有什么将来可言啊？怪不得你不如他们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胜败乃兵家常事。您一招失利，便如丧家之犬，混沌度日。早知宁王殿下如此懦弱无能，不堪大用，我当初就不该嫁你。手段配不上野心，必招灾祸。你疯了，竟敢如此出言不逊，侮辱殿下！你若是想沦为万客长的贱籍，大可再顶一句嘴。我跟你拼了！闹够了没有？擅妒讳疾，言语无状，还有没有半点皇家体面？阿林平安回蜀，宁王精锐不保，几路布局都输得一败涂地。
总而言之，他是指望不上，所以顾青书才会想到要及早脱身。虎毒不食子，能狠绝到对自己腹中胎儿下手的，还真是少之又少。来了。殿下，酒多伤身，这是臣妾亲手为您熬的醒酒汤。臣妾那日弃妻攻喜，却没想到害了我们的孩子。你早就舍弃了这个孩子，还有我。殿下何出此言？你我夫妻一心，青书心里最重要的人就是殿下。我信。从未有人真正的在意过我，世人都说我没有帝王的命数，我比谁都努力，可为何桩桩件件皆薄待于我？就连我们的孩子，我都保不住。今日，你好狠啊！你这元巧玉围绕的死，都是你设计的吧？殿下。我这一生最恨的就是被人轻视，被人抛弃。我本以为会对你恨之入骨，可你的狠绝，你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，让我不得不佩服。我有什么资格恨你？我甚至希望你能替我走下去。我死了，你就可以跟你背后的人
一个交代。我一生好体面，既然我无法成全自己，我宁愿成全我的妻子。法者，天子与万民共守之器，上至三公九卿，下至百姓平民，皆当敬畏天法。德法并用，方成治世，礼法相合，乃得久安。殿下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不让我跟着，却让我哥护了你一路。我只是……希望殿下。有些人也总喜欢执迷不悟，魂不守舍。我有的是时间，但太子你时日无多。我藏了好多话，舍不得对你讲，就永远不要拆穿一握就散的沙，一种就败的话，在心里不上不下。我所有回答，好笑又心酸。刺痛你的时候，当流泪的眼眶有多为难。那些一哄就好的伤，一抱就远的话，勇敢像不曾痛过一样。可惜我没能够还你一个月亮，像你爱我那样坦荡。我怕我回忆的话会燃不知了